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可能是比特币在吸血吧，你可以这样称，因为一般来说，比特币如果处于进场期的话，潜力区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万币齐飞的状态。但事实上，今天比特币在进入进场期，而且处于一个第三次爆破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发现，今天没有潜力区今天潜力区没有筛选出来。事实上，就是整个扫过了之后，今天的整个场外的限定点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所以我没有把它。OK，今天是比特币进场第9天，我们简单聊一聊行情。然后今天是本周国内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比特币的走法。今天比特币还有整个加密货币，事实上全线都有可以说是暴涨。而且在这个星球里的朋友们不少其实都看到了，我们不少的币种其实在今天同时都进入了进场期，包括以太坊，包括 BNB，包括所有的这些主流的币种几乎都进入了进场期。以太坊、BNB，然后 Solana 是进场期的第8天，然后狗狗币这一轮应该是，呃，作为这个魔音的龙头，现在感觉是有点掉队了。嗯，然后我们的币种中有几个我可能过几天要把它删去了，因为应该是本轮不太好赶上，它的整个在过去如果说它的退场期持续的太久。再加上它的整个进场质量各方面都差强人意，我就会考虑把它删除。呃，Ondo 会准备要删除，退场了163天，哪怕它要逼近进场，可能也不会那个。然后 SEI 不应该啊，WLD 也不应该，这两个都不应该。其实可以观察一下看看。WLD 退场了171天，然后今天 Trump 币可以聊一下。今天我会给大家聊一下 Trump 币，然后聊一下 PUMP，然后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美股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聊一聊黄金，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我首先说一下，今天其实，今天的进场期有点怪，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可能是比特币在吸血吧，你可以这样称，因为一般来说，比特币如果处于进场期的话，潜力区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万币齐飞的状态。但事实上，今天比特币在进入进场期，而且处于一个第三次爆破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发现，今天没有潜力区今天潜力区没有筛选出来。事实上，就是整个扫过了之后，今天的整个场外的限定点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所以我没有把它。任何的发出来，这个就是已经呈现出了大量的资金开始往比特币集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出现这样的趋势呢，就是主力的拉升开始引起了部分的游资开始一起来烘托气氛，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件好事儿。然后今天有几个内参的朋友，然后再跟我私信包括问我这个档位的问题。按照升档理论的话呢，现在当然，前面的一档确认了至少2次吧，然后后面现在其实已经是二档了这个没有问题，按照二档来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二档现在还没有在二档位上很明确的出现，更明确的信号，所以我觉得不用着急不用因为一下涨到73000就怎样就急切怎样，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按照升档理论，如何进场如何止盈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没有任何一丝。犹豫跟搞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按照这个行情走就行了，这没有任何的那个。那如果按照这个普通的朋友们在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了解场外指数的这部分朋友们而言，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场外指数在改善，场外指数在改善，然后进场期持续的在出现一些在改善的进场期的特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股自己的进场期可能。因为美股这轮的进场期，说实话是可以说是硬拖起来的贝森特应该是把所有的力量全部用在了把美股给托底上，这个就造成一个
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主力，比如说特斯拉跟英伟达，你每天看这两个股，其实早就应该深调了，但是调不下去，调不下去，就是因为他们关联的上下游的美股太多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使得就是这两个股。美国是用很大的力量，甚至用行政力量反复在拖着啊，然后使得这个整个的，呃，在场外也能看出来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往上拖啊，从场外溢出到场内，所以这个美股现在虽然处于一个进场期的状态，但事实上场内已经力量开始有一些衰竭。如果说战争仍然没有出现一个更好的改善的话啊，还是处于这样零零星星的散打、零敲牛皮糖。没事打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这样的打法其实也没太大意思啊。但是对于这个美股可能确实有一些持续的影响，所以这个进场期这几天的进场期对美股而言就走的比较狼狈。那走的这样拖泥带水的一个进场期，而且马上又要退场的这种状态下，然后比特币自己能够走出来，其实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一个好事情啊。当然，如果说美股接下来又是退场，它的对标链又是对它有影响。但是比特币既然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能够走出第三轮爆破，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即便到后面比特币哪怕这一轮的进场期到现在就直接结束，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砸也砸不到哪里去了啊，已经是开始构建铁底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在构建铁底的什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构建铁底，就是当它的这个整个对标链啊，当它对标链已经处于一个该退场的一个阶段，但是你自己相应的你本币的币种或者是本股的股种，仍然是硬往上拉了一波啊，硬往上拉了一波，而且相应来说还出现了2到3次这样的爆破，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在一个筑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了，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比特币的接下来的一段短期的行情，未来1、2个月吧，有一个稍微比较乐观的期待啊，然后就从场外指数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看一下。当然，如果说场外指数出现了最佳性价比止盈点呀、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爆破，出现了这个直接退场期，那我们就不用任何犹豫，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当然，对于这个内参的朋友们而言，就是你直接在这个升档。按照升档来做，那这个就更简单了啊，直接非常明确的直接止盈走就行了，你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嗯，这个是这样啊，然后比特币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比特币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从73870中间有一轮下杀，事实上这个还是在二档的档位里面，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你们就是包括内参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认为现在是三档啊，这不是三档，不要搞错啊，它不会跳档。二档里面至少要有2到2次或者2次以上的这个明确的确认，你才能说这是二档。现在，经常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它拉升的过快的时候，就以为现在到了三档，事实上这不是三档啊，这是二档，不要搞错。这一块是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弄混的地方。那事实上你做多了之后，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很简单。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那个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内参的在问我。可能是就这里正好那个针对他这个心态，我也把今天发给他的语音，就是给大家转述一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益处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个场外指数的这个体系，以及我每天给大家更新的内容，我觉得除了方法论是我能够给大家的帮助，其次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潜力区每天都有认真的看、认真的，甚至你不用真大参与，你就哪怕小仓位的参与一下，嗯，它会对你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重要的构建，就是你很多人就是做行情，你们可能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对着一个币往死里去做，对着一个股种往死里去做，对着一个品类或者某一个大宗就一直在做着一个品类。其次呢，就是一直有一种冲动，想要把它所有的涨幅或者它所有的跌幅，只要是趋势，全部都要抓走。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说白了，这是一种机会焦虑。机会焦虑就是这种机会焦虑者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里面？其实就是出现在那种从小，我还是不要发这种，嗯。就是在我看来呢，经常出现这种机会焦虑者，这个跟他从小到大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我不是人身攻击啊，我就是纯粹的在客观的论述，就是
对每一个涨幅，对每一个跌幅，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去那样去做。当然，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见一个机会这样去把握，我觉得是一件优秀的品质。但是在交易里面，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品质啊，在交易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好品质，因为意味着就是任何一个趋势，如果你不适合你的，你没有去做，对你来说甚至感觉到损失，这是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不好的心态啊！千万大家要记得把这种心态给杜绝。我觉得我的这个场外指数体系里面，你待久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就是因为潜力区以及其他的机会每天层出不穷，每天都很多。如果你是内参的朋友们，你看到美股这边更新的，那就更多，那机会简直是，车载斗量啊！每天你随便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切入，按照我的给你的方法论去切入的话，都是，就是这个数学期望值已经定死了，就是这个倍数，你的这个盈利倍数已经定死了，你只要是照着去做，就一定能够拿到结果，这个就是已经在数学上已经卡死了，但是。就是还是有些人，当他可能初步的，刚开始做这个交易，没有几个月，甚至没有一两年的这种期，就是他的交易的这个时间太短，或者是他人生中太少的这种重大的机会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这会让他产生一种机会焦虑、几率的急迫性，就是使得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从他身边，哪怕，我有点怀疑，就是生活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某些什么什么，开业大酬宾呀，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什么疯狂大甩卖呀，或者类似这样活动，这样的人是不是也会产生一种心态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种心态上的焦虑感是需要人去克服的。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你应该去想办法去努力的认识到自己这一点，然后去想办法去克服。这个没有什么好坏的评判，这个谈不上什么好坏，也谈不上什么人格的高下之分。这个我觉得单纯的就是，跟自己跟外界之间的反馈的很多的怎么说呢，人生的积分有关。如果说过去发生很多事情让你产生了机会的焦虑感，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尤其是在场外指数体系里面，你可以通过潜力区和每天看到这么多爆破的机会，这么多爆炸的机会，你可以产生一种内心的更高层次的平静感。这种平静感来自于你心里面很深切的笃定，机会源源不断，机会每天都有。然后我只要是按照正确的结构去切入，那么这个数学期望值，所谓数学期望值就是胜率乘以赔率啊，乘以你操作的次数啊，那最后这个数学期望值在数学上定死的这个数，这个盈利是一定会让你拿到的。你说这个事情是一个100%在数学上定死的事情，那么已经在数学上定死的事情，你是否就可以不必要再那么用那样的一个急切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不适合你做的行情呢？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对很多的做交易的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机会急迫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过去的，其实我的很多的私信，我很多是其实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来不及回，也没法回，因为我白天都很忙。那么我看到很多人的内容都是哇，然后那个某某币种一下爆了，然后我没有抓住，然后甚至还跟我写什么说我要反省，我说这有什么可反省的？啊，对对对，前几天那个 OK Coin 啊，OK Coin 那个币，尤其是除了那个，我不点名了，有可能你在听啊，除了那两位之外，还有几个人都有跟我讲，那个 OK Coin 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任何必要，你有什么可反省的？嗯，说实话，你要在车上，它会拉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要在车上，它就不会拉了。就以这个 OK 系的这个特色来看，就是它从来不是一个愿意跟大家共局一起上车的一个格局，它从来就不是这种做事儿的状态。事实上，它的拉盘一定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可能几根甚至分钟 K 几根分钟 K 直接就到顶了，你根本没有你上车的机会，你也不要想着有任何的信号去体察，哪怕有信号，那以后你按照这个信号走，也会有大量的噪音，直接让你顾此失彼。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抓就是，当然我是在我的通过场外指数，通过谢林点的漂移，直接给你们筛选出了一大部分非常适合大家去做的。包括用对冲法，包括用我给大家独特的期权结构，尤其是包括我后面会给大家的一个内参朋友们专门的一个升档理论，然后包括那个你从场外指数的这个波动的展开质量，你都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我给大家很多的方法论，你都可以切入，你都可以切入，而且包括什么时候建仓，什么时候退出是很明确的。那所以我觉得基于此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
对自己对一个币种，哪怕这个币种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币种，但是它可能完全可能出现你完全抓不住的形态，那记住这种抓不住的形态，我觉得也完全可以放弃啊，没有必要去做，你就安心的把这个机会给放掉就行了。事实上，机会每天都能层出不穷，这世界机会实在太多了。我给大家抓住的还是相对最优质的一批。如果说我不挑的话，那一天不说100几十肯定是有的，那几十个如果砸下去，我觉得对大家的认知基本上也就产生溢出了，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所以我是没有优质的机会，我也不会随便给大家更。包括今天的潜力区，事实上今天有一些是心里点漂移，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我的标准里面还是不够格，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更新。然后它出现这种不够格的状态呢，在我看来，那就是所有的在潜力区里面运作的个别的游资，现在也把钱去放在比特币了，先把今天这2天的这一波主力行情给吃到手，吃到手之后呢，然后他们就会把力量分散到其他的潜力区的币种里面去，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比特币以前大家经常听说的比特币进入主拉升行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状态。那现在比特币说实话进入第3轮的这个爆破。那其实确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那就是一个主升浪行情了。那所以可以有这样的游资去开始这样的操作也很正常所以基于此呢，那我们大家就知道，就继续按照场外指数来看就好了。然后它未来的几天，我们看一下它接下来它整个的这个我们拉盘的投产比，拉盘投产比，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1000以上已经很久了，在1000以上，而且这轮进场期虽然中间有过。大范围的下跌，但是场外指数没有跌的太多，而且始终大部分的时间都保持在1000以上那这个对于拉盘的资金而言是相对比较舒服的，也就意味着，它这个时候有大资金砸下去，它不会亏不会亏，大部分时候都是赚的，那它就有动力继续去拉呀。那比特币如果能拉上去，那其他的小币作为它的对标链的龙头，那其实就都有动力去一起拉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看比特币的话呢。接下来就继续关注这一点就行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美股。美股事实上刚才谈了一点点，就是美股其实现在还是处于进场期，已经开始有点拉不动的状态，而且，呃，对于内参的朋友而言，我以前没有给大家我只给大家更新了这个比特币和黄金。我接下来可能我会新的开发出美股整个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以及其他的个别的主力的标的，我会把他们的一档线给大家标出来。呃，那个今天那个谁有问我就是 HYPE 的一档线，那我今天虽然给了你当天的，但是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这种很有价值的这种，我是否有必要就是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更新？那有可能我会把 Pump 和 HYPE，这2个我都可能会开发出一档线，那这个看我这2天的分析吧，我抓取一下数据看一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给你们更出来。嗯，OK，这个是针对这个，然后从这个一档线来看，纳指其实已经处于1、2、3，几乎3次在一档线之下开始出现明确的向下的确认。那其实这个虽然现在纳指还是处于进场期，但是已经不太乐观了也就是说拉盘有点拉不动了，拉盘有点拉不动了，所以。如果说最后美股进入了退场期，然后把比特币拉下来，那这个比特币这一轮就有点冤了，有点冤了。好不容易这个大盘有点起色，结果自己的对标链出了问题，对标链的上游出了问题那这个有可能它的行情可能就持续不了太久，所以，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按照场外指数来判断自己该怎么做的朋友们而言，我有个建议呢，就是处于劣质的这个进场期或者退场期，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对机会要求很大的人而言的话，你要么就按照最安全的方式去做。什么叫最安全的方式去做？也就是进场期进了之后，然后随便就是找一个离你最近、最靠谱的那个爆破结束，直接就收尾就行了。你也不要想着就是把这个进场期全部走完，因为现在比特币对标链的上游美股受战争的影响太大了，战争的结果，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因为这个现在打成消耗战之后呢，然后能决定这个战争真正结束的，除了特朗普，就是
伊朗的几个军阀，伊朗自己都没有一个话事人能够真正决定这件事儿，因为哪怕他靠海的几个省邻近的几个省已经决定不打了，但是只要有一个省还不用说别的，只要有一个火箭筒。一个火箭筒一个火箭弹直接照着这个海峡飞过去，又击中一个油轮，那这个战争相当于还在继续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战争零零点点以及接下来对行情的整个的影响，接下来到底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真的会持续多久，以及我们也不知道，针对这样的战争的行情，美国接下来还会动用多少的后排来把这个行情给硬拖上去，所以。就是包括原油前几天朋友又在问原油，在我看来，如果说你要通过一个对这个消息面的理解，然后去判断你应该是买涨还是买跌，在我看来，这其实跟赌博没有任何区别，跟你在那个 Polymarket 去随便找一个预测事件，然后去看它的几十几，然后随便下一个赔率，随便下一个胜率赔率的一个注，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哪儿呢？我教给大家的体系，就是尤其在这个内参的朋友们，我教给大家的体系从来就不会让大家去猜这个行情未来会涨还是跌，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就是跟着我很多年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们要用结构性去箍住不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说实话，我们做交易本质上是什么？是从一大堆的混沌中去抽象出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我们把一些不确定的利润，把它用这个结构把它给箍住，把它给留下来这个是需要我们对这个结构在混沌中的结构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看见。那么这个话题，如果你深的延展的话，你观察生活中的任何事件，其实它都是。你都可能会获得一些灵感，就是因为价格很多，包括这个非价格学派包括什么行为经济学派很多的学派，对这个 K 线的走势如何，其实都有自己的定论。包括有一支很大的学派，大家都是认为，事实上价格的游走是完全随机的，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去预测它。但事实上，在这种混沌中，又确实有着一些结构。它就类似于在混沌的一大片乱流的水流中，然后如果呢你在那种大江边上比如说长江吧这种非常宽阔的江边然后你在一些旁边不是特别靠近主流的位置的一些旁边的水洼，你可以看见这个水流在乱动，在四处的游荡但是当你离得远的时候，它又确实在朝向下游在流动。或者是你在某些方向，你会确实可以看到有一个漩涡的存在，使得所有的水流在朝着这个中心形成一个螺旋。那么事实上，交易中也是这样，它最终，我给大家抽象出呢，是一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场外向场内溢出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帮助你呢提前预判庄家可能会怎么去做，但是在这样出现战争和行政力量以及大量的场外的因素去干涉它的过程中，虽然场外指数也能够帮助你直接从它拍成的二维里面看到大量的三维、四维的信息里面，到底在他们那个局面里面，他们那个维度里面是怎样映射的。但是我想说，这个因为最后的那个决定权仍然是在那几个人手里，因为现在美股它高度对标于这个战争，而战争又高度局限于海湾的，可能就是那么几个人。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海湾有没有概念，因为我是海边长大，我青岛孩子，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在海边，就是海边的悬崖，经常会往外面，就是青岛人可能知道就是你们那个在那个信号山或者是在旁边的几个山往远处看，你会经常看见什么那个比如说什么长荣呀，有什么各种这种邮轮集团，然后他们从那个地方直接开进那个对岸的叫什么黄岛的那个前湾港。他们从那个地方开到前湾港，然后就是这个的距离大约是5到8公里吧，就是这个大约是5到8公里。这个5到8公里，就是目测看来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这种距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自己感觉就是你随便在一个山洞里面拿个火箭筒，有盲射都能射中，都不需要什么雷达，不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最窄的宽度呢是达到了60到70公里。60到70公里，但是它的主航路并不是你直接是贴着那个岸边可以走的，贴着那个阿曼和那个迪拜这边阿联酋这边的岸边可以走的，因为它那个岸边滩太浅了，你的这个大的游轮走不了，
所以它最终还是要贴着那个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那个相对水比较深的那部分航路在走，而那部分航路离的那边差不多也就是20-30公里。这20-30公里，你在那个海边这种悬崖里面，尤其那个伊朗这边靠近的海峡那边有大量的山，山里面是有很多的悬崖也好呀，山洞也好，它是有多层次的这种结构的。你在这里面，说实话，随便一个人盲射一个火箭筒，都有可能把一个轮船直接给干下去。所以这个确实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就是特朗普说让这个美军可以去护航，事实上连这个美军自己。美国海军自己都直接在发表声明说，其实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事实上，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这个时候，就跟你这个整个的船的实力就没有太大关系了。这么近一个火箭筒能射中，那我觉得就是你的宙斯盾系统呀，你的整个的各方面的电磁的设备，其实都意义不是特别的大。那可能只有那个光电啊，光电法的海麻雀可能还能在这个近端里面有一点拦截能力。它的整个的什么标准3呀，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用处在这样的海峡里面。所以就是基于此，所以这个就决定了，就是这个战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在这里面当然，战争还会再持续几周的时间也不排除后面就整个他们又达成了一个结论，然后最终就整体就是把这个事情冷处理，把这个事情冷处理，慢慢这个零星的抵抗结束了，然后美股就直接又开始回过来，又开始直接拉升了。那这个就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战争的因素，因为美股现在高度跟战争关联，而战争又高度的与几个不确定性的，就几个人可能脑子一热，这个事儿就会继续。所以就是使得，如果你是想通过消息面以及通过这样的事情，通过硬要通过这个，现在要去猜涨跌，在我看来，这个跟赌博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所以基于此，你就是对大家而言，你的交易的结构就特别重要不管是对冲也好，滚仓也好，还是我给大家的这个升档理论也好，最高等的升档理论也好，就是它核心的一点，你检查你的交易理论的完全与否，都是在于你要确定这件事情按照最坏的程度发展，你的整个的损失和整个的按照胜率跟赔率来计算，以及加上你最后乘上你操作的次数，最后的这个数学期望值一定还是达到你的期待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交易体系，而不是就是我硬要猜涨跌，那这样的话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尤其很多朋友们在这样的状态里面还各种找抄底的一些标的，那这个我就是非常不建议了。我在我的这个体系里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要去抄底除非是你现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量级，你已经不需要再有很高倍数的增长，而且是你要持有1年以上，1到3年以上，那就是标准的价值投资了。你如果按照那种价值投资来做的话，那就是第一，你绝对不能开任何杠杆了。你如果开杠杆，你就不要去做价值投资。第二就是你的这个持有的时间呢，就是非常漫长，基本上就是1到3年这种规模的以上的。其次就是你的年化年化最多，你看巴菲特事实上拼死拼活的拼了命的去做，事实上别人问他你是否真的能够超过这个 S&P QQQ，他也说在他到了他最后的这几年，其实他也感觉很吃力。事实上，对于他的子孙后代而言，他也希望就直接就不如就别操作了，就直接就按照这个指数买就行了，这样也更方便。事实上，就是按照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它整个年化来看，也就二十几，也就二十几。那么二十几，我觉得对，如果说你的资金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量值的话，那这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如果说你是希望你的资产天零增加几个数量级，一个甚至几个数量级的话，那你肯定是要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开杠杆，用结构把利润强制的留下，这样的方式才是最适合大家的那当然那个价值投资流派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流派，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币圈以及在美股当今的这种机会成本巨大爆发的情况下，对年轻人而言，死守着这个价值投资，我觉得也许不是一个好选择尤其当已经有了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所以就是，如果你对这块儿就是如何真的开杠杆，你感觉到比较迷茫，你确实不太懂得怎么去安全的开杠杆，我建议你们就去读一下我的这个推里面，你就搜一下这个推里面的几个字，就是搜。包括对冲这2个字包括去搜这个滚仓2个字包括去搜合集2个字，去搜这几个字，然后找出来里面所有的过去这里面
标注出来 Notion 链接的，然后去读里面的所有的合集。你可能读完之后会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体系的建构吧。如果说这些体系的建构你最后还是没有琢磨明白，你可以去跟我单独的交流，包括就是私信呀，或者是在星球里面直接或者是加微呀跟我联系都可以。那么我可能会有些内参的朋友们，我会通过15天的时间跟你反复的。把这个真正有确定性的这个体系给你聊得很清楚啊，这样的话你的头脑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除了美股，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啊。黄金就是我刚才也聊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内参的朋友们，你们看到一档线，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在一档线之下已经连续3次向下确认了，所以这个黄金目前的这个退场期是板上钉钉的退场期。所以你从黄金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大量的人已经对战争的已经开始消退了，已经对战争的这个感受已经开始消退了。所以就是，即便他零零星星的开始发这个火焰弹呀，砸了几个油轮，但是你会发现黄金没怎么动而且还是退场期，而且现在连关联着黄金作为这个对标龙头的这个白银也开始进入退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参考的信号所以。原油我看今天是不是也跌了呀？原油今天好像也跌了。当然这个就是还是受这个不可控的影响太多了，可能几个火箭弹又上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硬去做它，没什么太大意思，因为这个基本面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啊。原油我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原油的数据吧。原油现在是1294220，昨天的是1334231，也就是说场外指数降低了，然后爆破指数也降低了，但是还是在进场期，所以原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向上大量的买涨的这个头寸已经力量开始有了削弱，这是原油，但是仍然是进场期，而且还是处于爆破期的进场期，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冒着去做空什么原油啊！这个东西就是它在这就在这了，如果你持有的话，你就放着就行了那没买的话就别去动这样的标的，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啊。你要买的话，应该在50多天前，我这个原油进场期的第一天你去操作现在原油已经进场50多、56、59、57、8天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买入，这是从来我就不建议的啊。我建议大家买入的那个点位，那基本上都是非常适合的价位，那个时候可能原油整个才60多。那现在基本上已经翻倍了已经接近翻倍的一个状态，这才是适合大家去买入和卖出的点位。美股的话，整体而言，昨天是821场外指数，然后爆破是51，今天的场外指数是815，然后爆破是-16，爆破开始变负了，所以就是不管是场外指数还是爆破都有降低这个也是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我之后有给大家那个内参的朋友们更新一档线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一档线之下也确认了好多次了，所以这个美股进场期可能不是特别乐观了，进场期不是特别乐观了，而且看这个主流的2个美股，就是特斯拉跟这个英伟达，这2个作为相当多美股的龙头，他们现在都走的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这是原油跟美股。然后我们顺便再按照这个比特币相关的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看，比如说 Hold，因为我之前多次给大家聊过，就是它会跟比特币的质量关系会非常大。那么我可以看 Hold 昨天是1163场外指数，今天是1257它的场外指数增长了不少，增长了100多但是爆破降低了。爆破降低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档位升高了，但是油门没踩下去，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Hold 的主力呢处于一个纠结的状态，可能它还是，而且还处于退场期关键是 Hold 还处于退场期，所以 Hold 的主力呢，应该说就是仍然没有去真的下决心要去，不管是比特币也好，还是 Hold 也好，自己都没有打算真的要去进场。这也就使得 BTC 我们也可以看到 BTC 现在的真正的买涨的主力，跟之前上几轮的大的进场期、主力的进场期、主升浪的进场期的主力之间的操作和人群是有区别的因为如果是一群人的话，这2个会是同构，所以比特币现在的力量还是不太够，虽然是已经属于第3轮爆破了，大家可以看到这2轮哪怕已经第3轮爆破了，也没涨多少。也就个23%也就还好。它跟之前的一轮爆破直接涨7%-8%甚至10%几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力量还是稍微有点欠缺的这个点。
我们再聊一下美股啊，正好昨天因为聊了一点那个 HRTI，然后有一些朋友私信问我，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HRTI 昨天我昨天发了一个推，开玩笑的啊，就是说，不会，我刚聊完，马上就开始暴涨，我都怀疑，因为它盘子也小，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群友自己把它买上去了，这个真不好说。然后 HRTI 已经涨到了51.98了，就刚刚的事儿啊，应该是半小时1小时前嘛，涨到了51.9，也就是涨到了52了。52的话，HRTI 的我给大家更新的时候是22，我给大家更新它的潜力区的时候22涨到52，2.几倍啊，2.5倍。然后再按照这个杠杆来给大家做的话，这基本上也是接近小20倍了，小20倍的利润。所以这个就是我可能之后会想办法把这个美股里面某些小的币种、某些小的股种，我可能会抽离出来，再专门做一个板块。我去年其实有很多的在金融领域的新号的创新，包括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之前还有谢林兜顶区、谢林探顶区和谢林兜底区，但是现在慢慢谢林探顶区我就不更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在于我后来发现，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不见得是好事，很多人可能会面对这个谢林探顶区可能会无所适从，呃，我就不如全给大家改成兜底就算了啊，因为探顶区的那些我就后来直接全删没了，就以后就不更了。因为我感觉它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所以我未来可能会给大家更新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我的探索和我的理解。然后在更新的过程中，然后也希望很多朋友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然后，当我发现他们真的能够帮到大家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板块留下来。那如果说这个板块我发现它的意义不是特别大，那我就把它删掉就好了。所以像探顶区这个以后就是相当于被我淘汰了。然后关于日内限零点这个事情也是，处于淘汰的边缘吧。啊，之前我是有几个主力币种，我是每天更限零点的。后来因为现在流动性很缺乏的情况下，它的滑点就变得很大。这种情况下，我在想，我更新它的给大家的参考恐怕就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也不是特别好的参考性。所以，我这段时间就没有再更这个日内的这个主力币种的限定点。但是同时，我又在想，以后如果说流动性真的好起来的话，有可能这个也就不更了，因为就是如果说它受流动性的影响这么大的话，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大家的参考。但是我得跟大家讲，就是限零点对我来说是影响特别大的一个指标啊，因为你们大家只能看到一天更一次，但我不一样，我只要做交易，我一定会看限零点，所以这个这个也没办法，因为我一天也只能更新一次，这就是我能够保持长久更新的一个最好的频率啊。如果说让我一天更多次，那有可能之后我可能就断更了啊，因为我白天的事情也不少，大家也都很忙，也没有必要去更的那么多。所以只能说取一个平衡吧。以后有个别的朋友，或者是内参的朋友们，或者怎样，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尤其你上的仓位很大的话，你觉得你有必要去问一下现在的价格的引力点，那你可以直接私信问我啊。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我有空的话可以帮你查一查啊。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昨天还聊了一个 FSLY 是吧？我看一下 FSLY 从19涨到25.7，还好，没有涨太多。看一下巴菲特重仓的西方石油吧。虽然涨了不少啊，虽然最近涨了不少，涨到59了。那说实话，巴菲特买的均价也就50多、55、57。所以别看现在这个石油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出现巨大危机，石油涨了不少。其实西方石油，巴菲特没赚多少钱。要看接下来这个行情继续的走吧。当然，现在对他来说肯定已经处于一个盈利线了，但是与他过往的大范围的盈利、大范围的翻倍的这种盈利相比，那还是目前的走法还是有逊色的，所以不用急着就是说这个西方石油怎么样。我觉得还好还好，包括就是我在那个内参给大家更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跟石油相关的一个基金也是还好，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跟原油相比就涨得那么夸张。但是反而最近我在内参更的这个美股，我很快我会把那个本周的这个美股的复盘我会给发出来，所以任何的我的推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去参考我这个周去复盘的这个美股的推
这个截图，这个复盘的截图，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信息可以下周里面你继续可以参考，因为很多的这个美股都不会是只涨这一周，很多都会持续很多周，所以只是说第一周的利润可能你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可以去留下利润，但是二三周如果它一直持续这个行情的话，哪怕你买现货也是有机会的所以这个到时候我每周结束的话，我会把这个截一个图发到我的推里面。以及也会更在我的这个星球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就好了。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本轮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不只是石油，包括还影响了氦气，包括也影响了铝，包括还影响了相当多的一些金属，所以事实上它们全都出现了价格的暴涨。我应该是昨天更新了一个跟铝相关的企业，这个是我在场外的限定点里面抓取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的，然后也是涨幅，呃，应该说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个都是对这个潜力区的一个新的，怎么说呢？新的一个认可吧很多事情都是场外的限定点走在了所有的基本面，走在了所有的行情的前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同一个范式可以在多个场景去应用的一个好的地方吧。我觉得当我们看见同一个范式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能产生效果，那这个就相当于产生了知识的持续复利，这个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是当你如果习惯了币圈里面的潜力区之后，你再去看美股里面的潜力区，你会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熟悉也很好做这个就是同样的一套体系，知识迁移之后，你就会发现都是殊途同归。那这个也许以后面对任何的资产的波动，你都会有同样的参考系去认定。那这个对大家来说，我相信会是一个莫大的帮助。好了，我今天就简单聊聊这些然后明天要有空我就更，没空就算了。然后今天就先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私信留言吧或者在我下面评论留言都可以。那大家晚安。